Hello， 大家好啊！龙虾肉大家可能都吃过，但是龙虾血，看我这期视频的观众朋友们，我敢肯定99.9%的人都没喝过，还说少了，我觉得得99.999%。早在3、4年前呢，我看过这么一视频，就俩外国小哥跳水里捞上来一只大龙虾，照屁股一杵，接着就把虾血喝了。当时给我的感觉呢，他们可能是在博眼球啊，为了流量拍视频嘛，不寒碜。也可能是为了记录，显得自己很 man， 然后我就没当回事儿。结果时隔好几年，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期视频啊，是泰国的探店视频，结果发现那家餐厅有这么一道饮品，就是如果你在那儿买鲜活的大龙虾，它是可以把虾血接在杯子里兑雪碧喝的，据说呢还挺鲜甜爽口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想斗胆试试啊，龙虾血到底什么味儿？既然它能作为餐厅的饮品，那说明这东西确实是可以喝，并且是有价值的。OK， 废话不多说啊，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，鲜活的大玫瑰龙。这个我之前做过7、8两的，今天买着了一个3、4斤的，这么一只1000多啊，爪子非常的完整，还有2个大须子，这2个须子也是一点都没有残疵。可以说这只龙虾啊，品相是上品中的上品，但是在做之前，因为要在它活着的时候直接放血，所以我觉得有点残忍，对他来说可能有点痛苦，所以我就要先给他冰晕，然后再处理。其实说白了是怕处理的时候哥们儿太激烈挣扎的话，我控制不住，打不过他，毕竟3、4斤重。准备好一个锅，直接给他放里边。哎呦，出鼻眼了，他的须子。让它躺好之后呢，直接把冰倒里边，做好冰浴，就可以等它睡着了。2000 years later。 好啊，这已经冻了20多分钟了，快半小时了。不但没有睡着，感觉它更高兴了。冰准备少了，不过我觉得尽管如此，它应该也没有那么大活力了，起码不说睡着也冻僵了。给它捞出来，直接取龙血。一般给龙虾放血有2个位置，一个是它屁股这儿，一个就是它虾尾跟虾头连接的这个软的这一个小肚子这儿。那今天咱们还是从屁股这儿杵，直接拿筷子这儿的屁股杵进去，接着杯子走呀，不好挤，是从肚子这儿给它搅开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哇塞，这血也这种粉色的，哎，洒了点儿，但是问题不大。今天我主要想尝尝，没准备好饮，差不多了。你们看到它这个桌子上的虾血已经开始有一点凝固了，跟果冻似的。好啊，小半杯的龙虾血兑上雪碧类的饮料，从这个粉色变成灰色了啊！这玩意儿真的能喝吗？搅拌搅拌。说实话，这个从一开始的粉色、淡红色变成这种灰色，人类吃东西都是讲究色香味俱全，这个光从视觉上就有一点觉得不好喝。闻起来确实没有腥味儿，喝这玩意儿有点心理压力。我还是决定帮你们尝一尝，万一要好喝呢？这就像庸子说的，同样的东西，哪怕路边摊做的看着脏，但是觉得人做的就没问题，起码给自己心理暗示能喝。当然自己做的哪怕是干净又卫生，就喝起来也是心里有点没底。有点像盐汽水，就是咸中带甜，甜咸度呢成正比。你要说爽口呢，可能是心理上的暗示，让我不觉得它有一丁点的爽口。
好啊，最后呢，就是搭配这个刺身，再来一口龙虾血，看看搭配起来有没有奇妙的化学反应。我先不喝呢，我迫不及待这大龙虾，我先蘸芥末酱油来一口。我这不像饭店似的拍的倍儿扁，直接一大块一大块，吃着倍儿过瘾。哇，好爽！再来一大块。这龙虾血给人那种膈应的感觉，但是吃龙虾肉就完全没有那种感觉，觉得吃的贼爽。再来一大块，哇，这个真的看着贼爽，跟大柚子似的。蘸上酱油，哇！再来一块，停不下来了。这血先不喝，再爽一口。甜甜滑滑脆脆香香，然后配一口算了吧，还是直接吃爽。这个我觉得最佳的饮品搭配还是白葡萄酒或者香槟。当然了，不配任何饮品，直接吃这个龙虾刺身也是相当 OK 的。好啊，最后做个总结的话就是，这个龙虾血，你要是去某个饭店，它有这个做法，有这个饮品，你可以尝一下，但是不推荐自己在家试。OK 啊，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关注我，下期再见。